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，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我们从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说起，这是一个灵异事件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姐姐的故事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这几年中国的经济跌落得很厉害，尤其是房地产，大中城市的房价都能腰斩，小城市更是有价无市。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一座一线城市周边的卫星城，这里租金比主城区会低很多，问题就是每天到主城区上班要坐1个多小时的地铁。这个卫星城本来是一个旧工业区，后来被政府拆迁改造成了新兴住宅区，但是因为规划不合理，配套设施不完善，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，这里的房子大多都是空置或者转租的。我租的这套房子就是在一栋老式小区里，虽然面积不小，但是装修和设备都很老旧。不过对于我这种刚离婚没有存款的人来说，能有个安静的地方养伤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叫林夕，是一个普通的地产公司白领，30多岁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特长。我和前夫结婚10年，生了一个儿子，本来以为会幸福一辈子，没想到他竟然在外面有了别人。我在离婚官司中一无所获，因为我并没有捉奸在床，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物证能证明他是过错方。尘埃落定，我只能带住悲伤和恨意离开那个城市。我儿子也被他父亲带走了，因为法院判我没有能力养活他。我很想念我的儿子，但是我也不想再见到那个背叛我的男人。所以当公司通知我有一个远方的岗位需要人手时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觉得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也许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也许在这里我能找到新的生活和不一样的未来。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2室1厅，是在网上找到的合租，室友是一个叫赵宇的年轻大小伙子，他是做物流的，常年夜班，跟我常年白班刚好相反，所以我们2个基本上不怎么见面。但是他人很好，把带卫生间的主卧让给我，还主动多承担了一部分水电费，让我非常暖心。赵宇是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子，20多岁，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。他说他是从农村出来打拼的，没有什么学历和背景，只能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。他做物流的工作很辛苦，每天要送货到各个物流点，有时候还要遇到交通事故，但是他从来不抱怨，也不向我诉苦，每次见到我都是笑脸相迎，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我觉得他很可爱，也很可敬。虽然我们年龄相差10几岁，但是我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。也许是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儿子，也许是因为他让我感受到了男人的温暖和关怀。刚来这套房子的时候，一眼就知道房东是一个老广东人。门口角落放置的香炉，门后挂住的香囊都能体现出房东是一个传统的人。我没有见过房东本人，只是通过电话和网络联系。他说他是在外地做生意的，这套房子是他父母留给他的，他不想卖掉，也不想空置，所以就拿出来租给别人。他对我们的要求不多，只是说要爱护房子，不要吵闹。我觉得这些都很合理，也很尊重他的意愿。我和赵宇都是安静的人，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所以我们和房东相处得很融洽。每季度交租金的时候，房东还会问候我们的生活情况，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不满意的地方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房东，也很感激他让我们住在这里。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动着，我也一天天地从离婚的痛苦中慢慢痊愈着。一个盛夏的夜晚，我在半梦半醒间听到客厅有一点动静，声音很小，我以为是赵宇半夜回来，窸窸窣窣脚步声轻微。我觉得小伙子挺体贴，他应该是生怕打扰我的休息，所以我很暖心也很安心。我想起了他今天早上出门前给我留下的便条，上面写着：林姐，今天晚上我可能不回来了，有个紧急的货要送，你不用等我，早点睡觉。如果你饿了，冰箱里有我昨天做的红烧肉和白饭，你自己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记得关好门窗，保重身体。赵宇。我看住这张便条，心里一阵温暖。
他真是一个好孩子，不仅工作勤奋，还会做饭照顾我。我吃了他做的饭，觉得很美味，也很满足。失落已久的情感在我心中慢慢生长。离婚后第一次觉得甜蜜和安全。我不想突然去打扰客厅的他，就让一切顺其自然慢慢发生吧。就这样，我面带笑意的昏昏睡去。转眼到了中秋，那天我参加了公司的团建活动，抽中了一个奖品，是一个粉红色的皮质手袋，很适合我。我高兴地拎住它回到家，把门后的香囊随意扔在了沙发上，把手袋挂在了门后的一毛钩上。奇怪的事就这样发生了。当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，梦见客厅的柜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，发出咯咯的声音。然后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太太从里面爬了出来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眼睛凹陷。爬出来以后，她就在客厅缓慢地转圈走动，安静的，漆黑的，好像这是她自己的家。转了好久，她突然改变了方向，走进了我的房间，站在我的床头安静地看住我。我吓得大叫一声，从噩梦中惊醒。我赶紧打开灯，发现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正常。我很害怕，把这事告诉了赵宇。第二天，赵宇休了一天假，我刚好也提早下班回家，我们在客厅见了个面。我觉得他为了我的事情这么用心，我想答谢他一下，就给他做了一顿饭。我们一起吃饭聊天，我跟他说了前几天他晚上回来时轻手轻脚，怕打扰我，让我觉得他是个暖男的事情。谁知他听了一脸惊讶，说最近公司很忙，都住的宿舍，根本没回来过。我听了傻了眼，瞬间汗毛倒竖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难道是我听错了，还是有别人进了我们的房子？赵宇看到我错愕的样子，不断安慰我，并且去检查了房间和门锁，确认无误后，他体贴地让我以后再听到什么声音就给他打电话。我心里好受了一些。一个周末，我们的卫生间突然漏水，水流到了楼下的邻居家里。楼下的住户上来敲门跟我们说了这个情况，让我们赶紧找人修理。我让他进来看了一下漏水位置，他一进来转了一圈就问我，这房子户型原本就这样吗？我说是在网上找的合租，没有问过房东。邻居就告诉我要尽快解决漏水问题，然后就走了。我觉得他的眼神怪怪的，很不友好，这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。时间过去了很久，自从那次噩梦后，我就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舒服，总是觉得冷，不喜欢看光，也不想听任何声音。我也睡不好，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。最可怕的是，居然每个噩梦都是那个老太太，有时她在客厅，有时来我房间看住我，而且每次都是从客厅柜子里爬出来。我开始怀疑是不是那个柜子有什么问题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，但是我又不敢打开柜子，怕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。赵宇最近回来的少，我也不想打扰他的工作，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煎熬。已经1个多星期没有正常睡眠，我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幻觉，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在缠住我。我决定要查明真相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我都要面对。我鼓起勇气，走到客厅的柜子前，打开了柜门，里面除了一些旧书和杂物，什么也没有。我失望又气愤，觉得自己是不是白痴，为什么要相信这种荒唐的事情？我用力推柜子，想把它挪走，用尽了9牛2虎之力才把柜子挪动了一点距离。突然，我发现柜子后面露出一扇门，我惊呆了，这扇门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通往哪里？我给赵宇打电话，他也很错愕。赵宇很快回来了，用工具撬开了那扇门。我震惊了，感觉血液都凝固了。我不敢想象我在这里居住了1年多，因为我看到里面居然是一个灵堂，赫然摆住那个老太太的照片，和我梦见的老太太一模一样。我晕倒了。我在医院醒来时，赵宇在我旁边，他给我叙述着之后的事情。他质问了房东，找了物业和邻居调查，才搞明白这套房原本是30一厅，房东嫌墓地太贵，就封起来一间当作摆放先人骨灰的灵堂。
她说那个老太太是房东的母亲，去年过世的。她说我可能是因为从门上摘下了香囊，我的房间没有了屏障，所以她才会来找我。她说我们赶紧搬走吧，这里不安全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。这几年经济环境和生活状态不好，大家且行且珍惜身边人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家人的陪伴才是生命中最坚实的后盾。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收看，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